而美法案过了之后，现在这个川马的争论又再度口水战升级了。那现在川普威胁马斯克要面临 Doge 的惩罚，并且要驱逐出境哦，双方的争执再起。川普的讲法是说，我们可能把 Doge 放在这个马斯克身上 ，Doge 是个怪物哦，他可能会回去吃掉马斯克，不再发射火箭、卫星、生产电动车哦。那我们其实国家也可以省一大笔钱，所以现在翻脸翻成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没有补贴马斯克，可能不得不关闭商店，返回南非呀，哎呀，非常的酸哦。那这个 CNN 也说，这个马斯克特别的不开心。马斯克的讲法，这是在过去，这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大而美法案是在资助过去的产业哦，同时严重损害未来的产业，质疑让法案过关哦是政治自杀。那看起来这个马斯克跟这个川普啊杠得很凶啊。那中国大陆这边的网友也在这个隔海吃瓜啊，他们在讲说，我们十亿人挺你哦，这样还有这种热情的口号。那不只是杠上这个马斯克，其实现在川普啊还是时不时的就把这个鲍尔拿出来啊编个几编呢。他说，鲍尔应该要立刻辞职啊，这个理由是因为近期在国会作证涉及误导国会行为不当。鲍尔也是很呛啊，讲说要不是你推动这个大规模的关税政策，联准会今年早就降息了。所以看起来美国自己本身啊闹哄哄吵不休哦，但是倒是对外呢，是不是看起来有一些新的进展？比方说跟越南的关税，现在是不是已经有第一波这个协议出炉啦？7月9号这个关税大限到之前，美越现在贸易敲定了嘛？川普宣布跟越南已经达成了贸易协议哦，其中包含了对于这个越南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20%的关税，之前是要征到46%哦，所以也是大幅的降低啊。越南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现在是征20%，所以同时之间越南也退让，就说会开放市场给美国，美国的商品会获得零关税的优惠待遇，而川普也正式证实了这项消息。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虽然是20%，比起46%降很多，但是苹果仍然是苦主哦，因为本来苹果的税率是只有4%，这一回对他来讲反而是上升到了20%哦。也就是说，接下来 iPad 啊、Mac Mini 啊这些产品哦，可能都会因为关税导致成本大增，那对他们的销量来说也不是一个好消息。那彭博也报道了，说这40%关税的税率哦，将会被认定哦，就是说如果呢产地设到中国这些地方，中国大陆的话，将要征收40%的关税，因为就是你零组件来自中国大陆，所以就是一方面给你在降的同时，又开出条件说，你不可以跟中国大陆走太近哦，不可以牵涉到中国大陆的这些零组件哦。那再来看到了欧洲现在同样也是这个非常的忧心哦，因为这一个关税政策，看起来川普的外交战略哦。是不是真的有转向的机会？美国的智库是这样讲啦，讲说呢，这个川普接下来会抛弃欧洲，要集中对抗中国。那这是美国智库最新报道，重返领导地位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就讲说呢，虽然这个川普的政策看起来是削弱了美国全球领导的地位，但是呢，这个是深谋远虑啦，这大概是这个意思，白话文来讲说呢，它是要战略重构、延续跟深化，让北约自立自强之后呢，美国就可以专心对抗中国。但是看起来有点像是这个推脱之词哦，就是说，已经搞了一团糟，但是却要擦脂抹粉讲说，他这个是看得很远的，但是到底是谁受的伤比较重，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啊。这个路遥知马力嘛。那再来看到了欧盟现在感受到这个美国的不友善，冯德莱恩跟这个王毅见面了，在这个布鲁塞尔会面了。王毅提到，中方呢始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双方也是坚持多边主义跟自由贸易哦，共同来维护国际的规则还有国际秩序，推动和平来解决国际的争端。讲的就是说，不要跟着这个美方啊一起在搞这样的一个关税围堵政策。那就连欧盟主席科斯塔也是跟王毅见面了，就是希望说接下来能够办好中欧峰会。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现在欧洲如果面临到美国一波波的制裁来，当然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经贸关系要搞好啊，所以是不是美国又把这个欧洲推向中方，又推进更前进了一步呢？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这个越南是所谓的他们的外交政策叫阻止外交，
竹子啊可以很硬，可是也可以很弯啊。它这次几乎弯到底了，几乎啊没有折断而已啊，它就是弯得很低了，整个竹子被大风吹得已经弯到底了，头已经接到地面上了。为什么呢？这是不平等条约啊，这跟19世纪的不平等条约完全相同，所以它几乎到21世纪接受一个不平等条约，对不对？你美国，你东西卖到美国，你要给20%的税；美国东西卖到你越南零关税，这是什么待遇啊？全世界还没有这种事情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投降外交了，竹子外交搞的。不过他打的是算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只要跟美国还有的赚就可以啦，面子就不要了啦。而是我帮他算了一下，他不见得啊能够生存下来。为什么？你现在你到美国还有20%的关税的话，你知道他去年因为他赚了美国1000亿左右的这个贸易顺差，所以美国对他是给他的很苛刻的，本来是要给他40%的，对，他活不下去，现在换成20%。可你换成20%以后，事实上越南的制造业都是别人转移过去的啊，他自己没有制造业啊，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对不对？你现在还维持20%。另外，你的市场又开放给这些美国的产品来讲的话，我跟你讲，中国大陆如果是这样的，很多厂商就回中国大陆了，或者再找别的地方，也不见得要放在你越南。所以你越南事实上这个账，我觉得有点没算清楚。这个账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到时候他是不是想的是那么如意算盘？而且美国还叫他采购很多东西。因为美国现在第一个拿出来跟人家谈判，就说你去年赚我1000亿，现在怎么办？我要你明年不能赚这么多钱，那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他现在第一个拿出来这个条件，显然是美国认为还可以接受的，所以拿出来做一个例子给别的国家看，别的国家不见得会接受。所以呢，如果说别的国家它的税不是那么高的话，那你比如说东南亚很多国家的税最后不是20%的话，最后是15%的话，那越南的这个变为东南亚这个生产基地就是中国大陆也好，日本韩国的生产基地，甚至美国生产基地，很可能就移到别的国家了。所以我觉得越南这个阻止外交我觉得第一个让人家感觉搞了半天还就是个小国，面到压力的时候就接受不平等条约，所以他当时才会被法国人殖民。所以呢，这个对他国家并不是一个好事。因为太软弱了。好，请教邱老师。我先来谈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也就是马斯克跟川普之间的口水战。现在不是口水战了，现在马上要进入实体战了。因为这是一个背叛的问题引起的。背叛是什么意思？马斯克的心里头觉得他在川普2进攻的阶段，他想办法出钱出力。卯足全力把川普送进了白宫，结果呢，川普是以什么来回报他的？而且他帮川普做黑脸，主导了政府效率部，4个月的时间帮美国的财政支出撙节掉了1150亿美元，虽然比他原来预期的要小很多。但是他因为这样而万箭穿心啊，连他的特斯拉都受到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可是最后他换得的是什么？他换得的是背叛，而且这个背叛还不是只有人跟情义的背叛，他连理念都背叛。而这个理念背叛的源头是什么？就是大俄美的方案嘛。上一次他跟川普之间是口水战。拉到了所谓的到罗利岛的问题之后，这个口水战达到了顶峰，所以后来偃旗休兵，他也公开跟川普道歉，所以似乎和解了。可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涉及到的是大俄美的方案。大俄美的方案里面有很多是马斯克不能够忍受的。第一个，劫贫济富啊，你所谓的减税方案，大俄美的方案，这是美国再次伟大。可是你把美国的有钱人抬上去，你把美国的穷人踩在脚底下蹂躏，这个不是就民主党在骂，
你想在参议院表决的时候，有3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是反水耶，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法案现在最后在众议院会不会过关还是未定之天。他第一个回合5月22号在众议院表决的时候是125对124才赢1票哎，而在今天的凌晨，台北时间凌晨，在众议院里面的规则委员会里面，它是7-6哎，也是显显过关哎，大概很快的就会进行全院的表决。这个案子事实上争议非常非常的大，你完全是个劫贫济富的一个方案。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你会使财政赤字大幅增加，你会使美国的负债由现在的36兆美元扩大到40兆美元以上，这个叫寅时卯粮。而且当你寅时卯粮，负债大幅增加的时候，你只有一条路啊，压迫美联储联准会要扩大货币的发行，然后降低利率，所以他跟鲍尔之间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大。这对于马斯克来说，这不仅是人的背叛，还是理念的背叛，是所谓的非仁义之战啦。好，就日本很有名的剑戟片叫非仁义之战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认为它是口水战。当这个案子通过以后，马斯克说，一旦通过，他就要成立第3个政党，还要成立美国党，还要让支持这个大而美法案的共和党的议员尝到苦头，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大大跌一跤，让川普成为跛脚的总统。好，来问杨老师。美国川普总统今天宣布和越南达成了贸易协议，这个是在5月初和英国以及后来和中国大陆达成协议之后的第3个协议，但前面2个其实都是框架性，尤其跟中国大陆还要做进一步的协商。这次跟越南算是一个全面性的，也就是越南全部开放市场，美国商品零关税进入越南市场，越南的商品所有都必须要科20%进入到美国市场。如果是转运的贸易，也就是洗产地，那是40%。那越南同时也答应花50亿美元买80架波音飞机，同时要采购30亿美国的农产品。所以越南做了一个示范，在7月9号之前，一方面定了一个这个开放市场、接受美国关税的协议，另外一方面对美国采购大的采购80亿美元。那越南跟美国的贸易去年是1400亿，可是美国只有出口200亿到越南市场，所以那个零关税根本意义不大，对美国而言，反而是越南的1200亿出口到美国呢，现在交20%，本来大概是多少？本来大概是1.8%到4%之间，看不同的项目。所以很显然，川普现在对越南采取重手，他本来是科46%，如果今天比照越南的比例的话，台湾被当初川普要求是32%，46变了20，32很可能是15，可是我们能够全部开放市场吗？台湾能够全部开放美国的市场吗？台湾下半年美国的车一定满街跑，我们的农产品全部都是美国的，然后呢，大概就算15%，我们的传产业也进不了美国市场，所以我们不可能接受这个。但你怎么接受呢？要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不要看越南这个情况，那再加上越南如此，接下来川普要印度，然后呢要日本以及所有其他的国家，其他大部分的国家，他可能干脆就公布一个税率，比如说非洲国家或其他国家根本谈都没有谈，他也不在乎这些国家，就规定个比如说15%、20%，那他对马达加斯加是定47%耶，比越南还高哎，所以这样子的情况，鲍尔就会很担心。没有错，到目前为止经济的数字都很好，非农就业的数字都很低，然后呢，看起来也没有通膨或通胀。可是各位，等到所有的7月9号的大部分的协议都出来，但我觉得几个关键还是会拖。那接下来8月以后进入到美国的商品都要缴税，川普是赢了，他是抽税了，他觉得达到了这个目标。可是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进口商，你要付大钱
你要付更多的通膨去买外国的商品，而这个时候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会是如何？所以我们现在在赌鲍尔会9月降息吗？我现在画了一个大的问号，是跟市场上的意见越来越不一样。我觉得鲍尔在9月的降息可能会更保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今天是7月3号啊，但是大家在关注的是7月5号啊，因为是不是7月5号的末日预言让现在大家很紧张？鹿儿岛还真的不断的发生地震哦，已经狂震了1000次。今天早上又出现了规模4.4，连秋田也地震啊。那其实你看到这样子的这个不断的震啊震的，连居民都在讲说是不是要撤离了？居民讲说这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啊？我可能要带着孩子赶快跑了。那就连这个鹿儿岛的这个石岛村长他讲说，现在目前其实并无灾害，还有这个撤岛需求，但是呢，如果未来情势恶化，居民无法继续留岛生活的话，恐怕要评估一下相关的避难计划。那这样12天来不断的地震连日本的气象厅也紧急召开记者会，呼吁民众要赶紧做一些避难的措施。那甚至连这个火山都出现了这些动静啊。因为这个地震活动频繁，在7月1号记录到168起的火山地震，7月2号的上午8点又增加了71起显示这个火山活动是相当的活跃。那有专家讲说啊，这个地震预言7月5号这个应该不会是这个真的啦，这是个谣言哦。但是在微博热搜上面，大家都在非常热烈的讨论，因为就连这个日本都已经紧急在召开记者会，10个小时出现了60次的地震。日本官方其实也是感觉到这个好像必须得要出来稍微这个澄清一下消息哦。日本的气象厅呢，他们就提到预言纯属谣言，毫无根据哦，民众无需相信。可是你看现在地震发生的这么频繁，的确也让大家心里面很不安呐。那这个传出这个预言的这个日本漫画家龙树亮呢，他讲说啊，这只是他的梦境记录，但是问题是他之前有成功预言过311大地震哦，因此为什么大家这一回会这么的，就是觉得宁可信其有？那因此也直接影响到了这个旅游业者，他们说真的是7月份的日本旅游业绩大幅下降，最近台湾人。最喜欢去日本的台湾人现在最近都跑到了，比方说像是澳洲啊、韩国啊，去到日本的业绩惨跌至少50%但他们讲说，希望8月份这个业绩可能过了7月，是不是可以好转一些？那再来看一下，日本真的为了这个大地震已经蒙上一层阴影，为着关税又蒙上了另一层阴影啊。现在看起来这个川普扬言要把日本的对等关税，甚至还要拉高他真的是这个本来还没那么高20几%，现在要变成35%了。而且川普一直讲到日本的时候，用字遣词啊，好像都不是很友善，甚至连石破茂的名字都给他改了。那不知道是真的忘记呢，还是不愿意讲他现在直接叫石破茂叫做 Mr. Japan， 就连这个名字都不给人家叫了所以这个日本态势当然也是很强硬啊，因为川普要他们提高防卫费的比例我们这个赖清德自己在实讲里面就先说了，我们要提高到3%，看看人家日本。石破茂讲说，提高多少的比重是由日本自己决定的，不是任凭外国要求将在贸易谈判捍卫日本的利益啊！哪怕现在名字都给川普给改掉，但是石破茂仍然是很坚持。川普是猛批日本，你不买美国车，那石破茂就回说，那你这个左驾又耗油，我很难卖呀，这也是事实。所以看起来日本态度上并没有屈服台湾也要参考一下吧。我们来首先请教一下邱老师。我不知道说7月5号日本会不会出现像龙树亮所谓的大灾难、大地震，然后在大地震里面出现的像过去财经性的名片日本沉没那样的景象，然后哥吉拉冒出来，我不知道哥吉拉，但是我知道7月4号美国就要发生大地震。美国的大地震是什么意思呢？美国的大地震指的就是川普下了军令。说7月4号以前一定要通过所谓的大而美，美国很多人知道嘛，大而美的方案一旦通过，对美国就是大灾难。
所以我才讲我不知道7月5号日本有没有大灾难，但是我知道7月4号。美国就要发生大灾难了，而美国的大灾难，它一定会蔓延到全世界的国家，因为它毕竟是现在世界经济秩序里面的世界警察嘛。好，那么接着回来谈日本，川普还是常常喜欢用安倍啦、麻生啦、岸田文雄的想象，去放在石破茂的身上。其实我在宅圈的节目讲过好几次了。石破茂的性格跟安倍、跟岸田文雄完全不一样，而且鸟取县出来的人本来性格就应景啊。这一次是由石破茂来操盘，然后由赤德亮正负责去谈判，两个都是鸟取县的人，虽然一个脸看起来很凶，一个看起来脸很温和，但是其实内心是一样的。这就是日本人讲的有理无体嘛。好，那么回来谈。在这一次日美的谈判一再的触礁，7月9号会不会有结论？我认为很难有结论。为什么？因为马上7月20号，日本的参议院125席的参议员就要改选了，而自民党最重要的票仓是日本的农民啊。那日本的农民现在最关心的指标就是大米啊。那美国一直要要求，一直要压迫日本要进美国的大米，日本人就是不爱吃你美国的大米啊。日本人对于米的要求是很高的，你们吃过很多的日本料理店都知道，日本人所要的是香米，他不要的是你美国那种米。美国的米到了日本只能做饲料或者做加工品，做米果，大概就这样，他是没有办法得到日本人接受的。同样的。今天美国在抱怨说他的美国车进不了日本，进不了日本是他的美国车第一个耗油，第二个巨大笨重，日本人就不喜欢，日本人喜欢轻薄短小的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个是米的问题，农产品开放的问题，日本人会紧张啊，他即使米荒，日本人也不希望进这个美国大米啊。而且我们听过一句话叫做谷贱伤农，米贵伤民，米的需求弹性很小，所以今天如果说你进了美国的米进来，对日本的农民当然有很大的伤害啊。而且日本叫小农经济，美国叫大农经济，一个成本高，一个成本低。所以说今天如果石破茂同意这个美国提的条件，让美国的农产品、美国的大米能够进到日本里面来，让它准入，那他7月20号那就不要选了，选完以后他就倒台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同意呢？所以，即使川普怎么骂日本，怎么催促日本，都很难如愿。再加上他又要日本负担美国驻日的所有的美军的费用、军费，这个石破茂也不可能同意啊。所以双方之间还有很多条件没有谈拢，虽然已经谈判了大概6次到7次了，但是我认为没有那么快，7月9号以前能够达到协议。好，来问杨老师。6月22号的时候是东京都议会的选举，我那时候刚好在日本，然后呢，这个结果出来了，自民党失去了第一大党的位置，从30席掉到了21席啊。那东京都的知事小池百合子自己主导的这个都民优先党，反而变成第一大党，这就是一个讯息，也就是人民现在对于自民党的观感非常不好，因为自民党过去的政治现金的贪污，之前又有解散派系，所以呢才会有石破茂当选的机会，做首相的机会。我跟石破茂还有过互动，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但他现在面临到的是内外交集。可是米的问题，米的问题并不是日本缺米，而是日本的农协跟中间的大盘商就是比如说减产以及加上囤积所产生的问题。那因此他现在那个小泉进次郎就进来呢，把价格是拉低了，这是第一点做到。那日本汽车出口到美国的占它整个全年出口到全世界的大概是30%。大概是30%，所以是重要的比例，所以他不可能退让，他也不太可能再回到过去所谓的自愿性出口配额。我自己设一个配额，你就没有违反
规范，是我自己愿，日本不愿意这么做。那当然，第三个当然是政治的因素。7月20号，我觉得他撑不过7月20号美国定这个问题，因为7月9号，川普这一句连续3天发文，那他当然不记得石破茂的名字嘛，Mr. Japan，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你以前都乖乖的听话的，那但是呢，现在发现到，你真的了解人家吗？你真的知道你最亲密的伙伴，亚洲的伙伴吗？就显现出川普自己本身霸道，以下无视一切。然后你不知道人家在内部政治上的这个困境吗？如果今天自民党真的下台，那你面临到怎么样的日本的环境呢？所以川普现在他根本就是个皇帝，他对外政策绝对是个皇帝，现在看对内政策也是个皇帝，他自己满足自己，他不管别怎么样。虽然日本现在面临到一个很大的考验，那现在越南做了一个示范呢，日本愿意接受多少呢？这真的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对日本石破茂的政府，也对川普也是个考验哦。否则的话，你接下来从贸易会到经济，会到政治安全议题啊，这是一个连锁性的变化，也不一定。好，请教季老师。日本这个大地震的预言不管是真是假，已经对日本造成相当大的伤害了。它现在这个观光客数量这个锐减，这个北海道听说我们这个出团的这个价码都掉到一半以下了很多组团都出了问题，不只是台湾的观光客，韩国大陆观光通通减少，所以这个已经造成灾害了。不过为什么这个预言会受到大家这么重视啊？因为做这个预言的人叫龙树亮，他已经70岁了，他是一个漫画作家。他曾经在1994到1998在朝日新闻有一个漫画连载，他做了一些预测，那个连载叫《真正可怕的事故》，然后呢，最后因为很受欢迎嘛，最后就集结成册，1999年7月集结成册，卖了100万本。可是呢，他预测的2011年的3月大灾害这件事就在那天那个月，同年同月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结果他这本书二手的书被卖到1本50万一册，然后再版，所以呢，在日本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那他目前为止，他预测2个事情，已经一个验被他讲中了，所以他的预测的成功率是什么？50%。那现在他预测的这个2025年这个所谓的大灾难即将到来，那他没讲什么大灾难了，他就2025年，他还讲得非常的明确，他说是7月5号4点18分，分都有。那结果他接受一些记者访问，他说：“哎呀，我不是预言家，我只是把我梦到的事情把它写出来而已。”哇，这个更悬了，更可怕，这个是他做梦做到的，做异梦。所以呢，他第一次做梦，2011年给他梦到了，现在2025年呢，而最近几天真的鹿儿岛附近又是一直给我震了900次，实在是震得人心惶惶那所以这个基本上如果给他猜中，他就100%准确，因为他现在已经有50%的准确率了。那事实上的话，也有一些日本的一些知名人物穿凿附会，跟他访问、跟他互动以后他是说，还有人说他这个看过什么也去收集了很多资料，有什么外星的陨石什么跟这个日本的怎么样这个地表的一些现象气候现象产生互动各种言论都有，都是从这个龙树亮所预测的。不过龙树亮他已经说了，他反正说我不是预言家。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各位朋友好。好，现在赖清德是不是成了两岸麻烦的制造者？先来看这个消息这个林传媒的独家消息。他说，国防部在2号下午才发布了解放军海空对台实施联合战备警巡之后呢，其实解放军一架军机在晚上的8点多，在我们的高雄24里外海处对台湾有一些动作。那此时，这个美国的海军 P-8A 的巡逻机，则是在巴士海峡跟解放军的军机进行了对峙。在不到1分钟之后呢，中美的军机都关闭了原先开启的 ADS-B
UAB 这个识别器的讯号啊，所以感觉上面是不是代表着台海的情势升温呢？那因为这个赖清德不断的在讲这个团结时讲，要一路讲到大罢免之前呢。那第4讲讲完了国防，陆委会呢，就是也对于国台办的这番话有一个回应。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台办怎么说。他讲啊，台独是台湾最大的灾祸，台独一日不除，台海就一天不得安宁。那陆委会就回呛说，这个中共对台复合性的施压才是麻烦制造者，应该要立即停止对台的胁迫行动啊。那如果说真的都已经搞到这么兵凶战危了，我们看到这个赵少康赵大哥他有一个建议，他说，像是这个赖清德啊、罢蓝委的领衔人曹兴诚啊，还有黑熊以及民进党部会首长的儿子们，是不是都该要回台湾，跟台湾共存亡啊？不要人在台湾搞台独，子女在海外求安逸哦。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危险，越接近大罢免，这个兵凶战危的气势越严重嘛？因为我们今天又看到大家都在聚焦哦，山东舰去到了这个香港，那这个大陆的官媒还有进行这个同步直播，它是进行了5天的访港行程，山东舰跟055万吨大驱延安舰，还有052D 这个中华神盾这个湛江舰，还有054A 型的这个主力护卫舰，4艘军舰呢展开了为期5天的访港行程，央视也是全程直播这个山东舰编队访港的画面啊。那甚至呢，这个官兵还有在甲板上面排出这个字体，叫做“国安家好”这4个字啊。那路网一片讨论就是大家都聚焦这个话题啊，他们就觉得说，哇，真棒，这个威武霸气，有国有家，国安家好，国泰民安哦。那就在今日头条里面其实也出现了好几个热搜词条啊，第1名跟第4名都是跟这个山东舰相关的。那百度热搜同样也是在聚焦这个山东舰抵达香港。那其实连香港这边，一般民众也很希望能够去参观一下，1万张的参观票秒杀，大家都去抢着要去看一下这个山东舰有多厉害啊。那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个自由有一则报道，他说中国大陆这个有渤海怪物之称的神秘异地效应机曝光了。那它是用军用的灰色涂装啊，还有独特的梯形尾翼和机翼上方有4具喷射引擎，来暗示说，这可能是在军事上面是一个突击的角色。那专家也研判呢，未来它可能会成为解放军突破防空还有水雷封锁的一个利器啊。所以看起来这个军事上面，中国大陆有非常多这个新型的武器，这个陆续曝光军事上面的这个展示哦。那93的阅兵，其实大家也在关注因为这是在纪念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抗日胜利80周年嘛。那现在除了这个要邀请俄罗斯的普丁能够这个去到93阅兵之外，现在新的消息是说，大陆也有邀请李在明一起来出席93阅兵这是韩国媒体的报道，说北京近期透过外交的管道邀请李在明来出席啊。那目前韩国政府将会考虑多重因素之后才会就是最后的拍板。那问到了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则是没有证实这项消息。最近其实传的很多啦，还有说这个要邀请川普的呢，就到底要邀请谁？其实现在目前都是外媒在放消息并不是中国大陆这一边。中国大陆这边只有证实的是普丁的这个消息是为真那但是呢，你看外媒已经在讲啦，这是不是要逼着李在明啊，在中美之间做表态呢？因为呢，这个李在明去年以党代表的身份为这个共同民主党拉票的时候，曾经有批评这个尹锡悦的对华政策，而且拱手作揖，表示要向中国大陆喊谢谢。那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他甚至说不考虑这个台海问题吧，就说关这个韩国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要介入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他的这个态度上面是比较跟中国大陆亲近的。那这一回可能也是要他这个具体表态，但是这个都是外媒在做一些揣测但是呢，大陆的这个93阅兵其实也传出来，这一回因为这个是抗日胜利80周年，当然不能忘记国民党的一些抗日老兵所以也有邀请国民党的抗日老兵，说这一次也要去到阅兵。哇，现在不得了了，民进党针对这件事情又开始讲说，真的有国民党的人要参加吗？又要国民党
场出来说明哦。那现在目前就说国防部啊还要办反侵略活动，为着大陆的这个93阅兵哦，说我们要透过呢这个反侵略这个主轴，然后避免中共统战划分，也要向国际传递中华民国抗日的这个抗战的正确历史。这个现在93阅兵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态势。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我想就是说，大陆目前对台湾这个所谓的这个战备警询啊，基本上已经都常态化了。只是我认为可能是我方倒只是选择性的公布。在一点时间，他配合岛内的这些政治发展啊。那么做一些选择性的公布。大陆老早去年，尤其去年开始，他就说这都是常态性的战备军行啊，来一个20架军机、30架军机啊。除了警行之外，我记得这个大陆的防长啊，最近在对外说明啊，他说大陆的军事部门对于台湾发生任何的状况、任何的情况，都已经有详细的对岸跟怎么样。他的一个怎么样因应的军事手段，那这个就表示说，他其实他有很多种情境啊，他要用采取什么方式军事手段来回应的时候啊，他需要演练的。所以战备军行就是一个比较常态战备，它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对外说明其比较不太具刺激性的一个说法。可是这每一次的战备警行啊，来20架飞机、30架飞机啊，8艘、5艘啊，现在这一次主要讲说大陆的军机接近我们24海里嘛，对，那这些都是有实际的操演的科目在里面的，都是针对一种预想的情境，那么军事部门怎么样回应？那它都是不断的在操练的，而且现在的整个将来的两岸的战争。一定是立体化的作战，不可能搞登陆作战。我们在那边搞这些什么火山布雷车啊，然后搞城镇作战啊，事实上可能还没有开始作战以前，这个海空的部分已经打得非常激烈了，也可能台湾已经一片火海了。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有这个认识的，因为我们的身家财产都在台湾啊。你说赖清德那个什么简报根本就没有讲到关键就变成就是说，你对大陆的这种战备警讯，你有什么对策？对方现在每一个情境，他都有一个军事的一个计划在，而且不断在演练的话，而且他现在飞到24海里了，那你到什么时候你才会有具体的动作呢？对，以前我们的这个两岸之间，尤其在军机方面，是用海峡中线来隔的。现在已经到24海里。基本上肉眼就看得很清楚在台湾的这个附近，所以我们的整个的防空线我们的防线已经都被突穿了。那这个他们还讲了一大堆，你的军事你的军事预算花了钱，你是针对什么而花，你要讲清楚啊。那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你也要讲清楚啊。那另外一方面，我还是蛮觉得赵少康先生还是在重要时候他还是讲出重要的话。这个话不是他个人的话，是我接受所有人都是这样看法，大家都是这样看法。你现在美国人说2027年两岸可能发生战争，我们已经2025了，2年了，马上要准备打仗，要不然赖清德为什么军费增加了6000亿，然后呢讲的这个天天不是演习就是什么，现在年轻人当兵要变1年，通通在动员，对不对？连这个公庙都要出来了，这些问题的话。所以关键在大家觉得这场战争是我们的事，还是你今天赖清德你们这一群人的事？好像是你们要我们来负责一切的负责。你自己的小孩子通通什么都不在台湾，尤其你赖清德的儿子2个都不在台湾，那你叫别人的儿子上战场鼓励别人的儿子上战场，然后你儿子在美国替我们做啦啦队吗？这公平吗？所以我觉得赵少康先生讲出来是大家的心声了。好，来请教杨老师。在4月份的时候，跟6月份，解放军的轰6K 带的鹰击21分别巡航在台海跟南海，就展现出其实光是由空中加上弹道飞弹，它具有相当的威慑跟拒止外界的军舰进入到台海区域。
然后呢，你看到6月中旬的时候，山东舰和辽宁舰就双双的前往第二岛链进行演习，这是第一次。那展现出整个在第二岛链之内，甚至延伸的区域拒止的这个能力。好，总共起降大概超过1000架次飞机，然后呢，所有的这些那个巡航舰、驱逐舰加起来的垂直发射的弹道飞弹的垂直发射也将近数百，将近上千个。那这种威慑，你就看到马上山东舰就转到香港，一方面是去支持香港的安定跟国安法，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有威慑台海的意涵。这一定要了解。那马上你看到7月2号，中美之间的军机，当然虽然美国方面是侦察机在高雄附近的外海对峙，美国现在只有侦察机固定的从就是冲绳的基地往南到南海，大概就是侦察机为主。而即使是接近在台湾高雄这边呢，也跟解放军也现在敢跟他对峙。各位，这什么意思哈？我是觉得我们现在7月26号要大罢免，然后呢，赖清德不断的在讲这些资讯错误，连 Google 能力都没有的错误的实讲，而特别在军事这个层面，严重的指责，而且错误的指责这个反对党删国防预算，那事实上比前面几年都还少，冻结的老早都解冻，美国今天都跳出来一个这个不是很明确的，只是说希望台湾这个执政跟在野都支持多购买军备。购买军备等于你美国会来援吗？购买军备等于台美之间的连结吗？这些问题其实美国都没有回答。但是现在大家要特别警惕哈，我们现在在这边做大罢免，如果7月26号是高于3席被罢免，民进党宣称胜利，甚至接近6席，如果他都取得在之后的选举，那他就是过半。那只要有1席他取得，那他就是最大党。你觉得解放军在那个时间点会做什么样的动作？现在整个情势越来越紧绷，任何台湾这边的动作都会引起解放军的反应，尤其是一种违反民主、走向台独之路，而赖清德的实讲越来越变成一个台独党纲的基本文献。这个时候，解放军会做什么动作？很清楚，一定要警惕。我觉得在7月26号的这个大罢免结束之后解放军的动作应该会很明显，那就取决于我们的投票了。好，来请教邱老师。山东舰访问香港所造成的热闹跟旋风，只是一个表面，真正让台湾有危机感的，我要呼应刚才介大使说的，现在解放军对台湾全岛正在进行围点打援的战术，而且整个围点打援的包围网是越来越成型了。刚才不是讲到吗？从裴洛西访问台湾以后，解放军就过了海峡中线，战机、船舰，再加上海警船，所以叫海空联合战备警巡嘛。它其实过了海峡中线，到了24海里，甚至进到24海里，只是还没有到12海里。它其实已经台湾没有战略纵深了，所以也不需要再谈什么登陆战不需要再谈什么城镇战，那都是骗台湾老百姓的。另外的，你看看国台办现在批赖清德的频率，跟批赖清德的内容，它是越来频率越高而且批的语气越来越重即使赖清德派了洪其昌到北京去探探口风，他的两岸并购说有没有在北京有没有引起重视，他仍然国台办照批不误你现在赖清德你就是台独的首恶，你都不要想要做傅作义第二个傅作义，想都别想。那第三个，今年年底可能福建舰它就要正式服役了，
现在已经进行第8次海测成功了。一旦3个航母的正式形成，它就会在第1岛链、第2岛链之间，所以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形式就形成了。这个就是围点打援，这个才是重点呐。好，我接着谈到李在明。李在明93在北京举行的大阅兵，他会不会去？他想不想去？他当然想去呀。李在明在野的阶段，他其实反对尹锡悦的亲美跟媚美路线，他其实就被认定比较亲中。那现在坐上了总统的位置，我不觉得他会像钟摆一样由亲美走向亲中，但是他一定会由过去尹锡悦的亲美媚美走向中美平衡，这个才是李在明正确的做法。那有人说，李在明如果现在去北京参加大阅兵的话，那会不会先见习近平，后见川普？会不会引起川普的不快？我认为也不会，因为本来在 G7 会议的时候，李在明就约好要跟川普见面的，在加拿大要见面的，后来没见成。因为中东的战局发生变化，川普要急着赶回美国去开国安会议、战情会议，所以没有见到。后来的北约峰会，李在明也没去，所以也没见到。那现在李在明适不适合跟川普见面呢？当然不适合吧，因为他们现在一见面，川普一定会逼他赶快在韩美之间的关税贸易谈判要做一个同意。因为里面有一点是李在明绝对不能同意的，就是叫韩国负担所有驻韩美军的所有的费用嘛，他不能同意嘛，他已经表态啦。所以这个时候在93大阅兵，因为93大阅兵之前就是天津的上合会议，所以参加上合会议的一些国家，他会从天津转到北京，而这时候普京也会参加嘛。而李在明也希望能够跟普京趁机见个面啊，缓和韩朝之间的关系。他也希望韩半岛能够维持稳定吧，因为韩半岛越稳定，美国对韩国的威胁压力就能够松解，就能够缓和。这是李在明基本上的策略。好，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认为李在明93到北京参加大阅兵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你不要说李在明想去，日本的共同社独家新闻弄那么大，他都已经告诉你了，川普都很想去。为什么？川普去了，既可以跟习近平见面，又可以跟普京见面，而跟李在明可能也可以见个面。这个对于川普来说是多么让他兴奋的事情，只不过他能不能去得成，还要打下很多的问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